同学们好，我们来学习气血津液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。气血津液的性状和功能各有特点。气是最活跃的物质，具有推动温煦、繁育、固摄和气化的功能。血液是红色的液体，具有滋润和濡养的作用。津液是人体内正常的水液的总称，具有滋润和濡养的功能。三者都是我们人体内最基本的物质。因为这三者都在生成中均离不开脾胃运化的水谷精微，所以气血津液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、相互制约、相互为用的关系。因此，无论在生理上和病理上，气血津液均存在着密切的关系。气血津液的关系可概括为气血同源、精气同源以及精血同源。首先，我们来学习气和血之间的关系。气属阳，血属阴。气和血之间存在着气为血帅、血为气母的关系。它具体表现为气能生血、气能行血、气能摄血，以及血能载气、血能养气。下面我们具体学习一下这些气血关系如何在实际中间的运用。首先，我们来看气血的第一个关系，气能生血，是指血液的化生需要气作为动力。气能生血的理论主要运用于血虚的治疗。血虚症，我们通常采取补血的药物来进行治疗，比如当归、枸杞、桂圆等等，这都可以补血。但是如果针对血虚只用补血的药物来进行治疗，这是不够的，因为气能生血的原理告诉我们，在治疗血虚的时候，常常需要配合补气的药物，比如黄芪、党参以及淮山等等。所以针对血虚进行治疗的时候，我们只有配上了补气的药物，才能使补血的效果达到最好。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气血的第二个关系，气能行血，是指的血的运行离不开气的推动的作用。气行则血行，气滞则血瘀。血如果不能够正常的运行，表现出血瘀症。治疗血瘀症当然用活血化瘀的方法，然而这还不够。针对血瘀进行治疗的时候，我们需要配合补气行气的药物，增强活血化瘀的效果。在治疗淤血病的时候，我们会选择用比如田七、丹参等等活血的药物。不过在活血化瘀的同时，还需要配合补气的药物，比如西洋参等等，或者是行气的药物，比如说止咳等等。补气行气，增强活血化瘀的疗效。在这里我们特别要强调一下，就是血瘀症常常见于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，所以我们针对有淤血症的心脑血管疾病进行预防和治疗的时候，除了用活血化瘀，比如说田七、丹参的药物之外，一定要用上补气，比如说西洋参等等这些药物，以增强活血的效果。这对于预防中老年人的心脑血管疾病非常重要。气血的第三个关系，气能摄血，是指血液在脉中正常的运行，有赖气的固摄作用。这里具有固摄作用的气，指的就是脾气。当脾气不足时，会有慢性出血的表现。治疗出血，当然要选择止血的药物。但对于气虚引起的慢性出血，如果仅仅只用止血药，疗效不会理想。所以我们在运用止血药物的同时，通常会配合补气补血的药物，比如补气的药用黄芪、党参，补血的药选择用熟地和当归等等，再加上止血的药物，比如紫草、仙鹤草等等。针对于气虚慢性出血的病，我们可以直接选择用归脾汤来补气，达到固摄血液的目的。气血的第四个关系，血能载气，是指气存在于血中，依附于血而不至于散失，并有赖血的运载而运行全身。如果血大量丢失，比如大失血，气也会随之大量的丢失，我们称之为气随血脱。对于大失血的急症，
进行治疗时，如果只用补血药是无法救急的。中医认为，有形之血不能速生，无形之气所当即故。所以，对于大出血的病人，治疗首选是用大补元气法，比如用独参汤，或者是用生附汤来进行治疗。气血的最后一个关系，血能养气，是指血最具有营养的物质可以充养气，使气的功能得到充养。所以临床上针对于气虚治疗时，除了采取补气的药物，比如黄芪、党参，还需要配合补血的药物，比如当归、枸杞子等等，以增强补气的作用。这里血能养气和前面讲到的气能生血，其实它们是相辅相成的。针对于血虚病进行治疗的时候，补血同时还需要补气；而针对于气虚病进行治疗的时候，补气的同时还需要补血。也就是说，我们通常对于气血不足治疗，既要补气，也要补血。下面我们来学习气和津液的关系。气和津液的关系同样也是源于脾胃运化的水谷精微，所以气和津液的关系也可以简称为气津同源，或者是精气同源。精气同源具体体现为气能生津、气能行津、气能摄津、津能载气。由于津液不具有营养的作用，所以它并不像血液那样有养气的功能。下面我们来逐一学习气和津液的关系在临床上面是如何去运用的。气津的第一个关系，气能生津，是指的气是津液生成的动力，津液的生成有赖于气的推动。这个理论主要针对于津液不足、出现口干口渴的病人，治疗时需要用生津止渴的药物，比如天花粉、葛根等等。但是这还不够，我们还需要运用补气的药物，比如说西洋参、白参、党参等等药物，通过补气达到生津止渴的目的。气津的第二个关系，气能行津，是指气是津液在体内正常运行输布的动力。津液的输布和排泄有赖于气的运动变化，津液的正常运行有赖于气的推动，但是气不正常的运行就会导致津液停聚，形成痰、饮、水湿这些病理产物。气能行津的理论告诉我们，对于痰、饮、水湿这些疾病进行治疗的时候，除了用除湿化痰的药物治疗之外，还应该运用补气行气的药物，比如黄芪、党参补气，陈皮、枳实、大涪皮行气，以增强除湿化痰的作用。气津的第三个关系，气能摄津，是指气的固摄作用能够防止体内的津液无故流失。这里具有固摄津液作用的气，主要是指的肺气和肾气。肺气虚会自汗多汗，肾气虚会多尿、遗尿、小便失禁等等。所以治疗时，除了用止汗止遗的方法之外，还需要采取补气摄津的方法来进行治疗。比如自汗多汗，可通过玉屏风来补肺气，固摄汗液；多尿遗尿则可以通过肾气丸来补益肾气，固摄尿液，这是气能摄津的运用。气津的第四个关系，津能载气，是指由于气在体内的存在，不仅依附于血，也依附于津液，而津液的丢失会导致气的耗损。津液在什么时候容易丢失呢？比如大汗、大吐、多尿的时候，会导致大量的津液丢失。津液的丢失，气也会随着津液大量的丢失而丢失，我们称之为气随津脱。所以治疗气随津脱时，除了补充津液，我们更应该要大补元气，比如独参汤。因为大补元气，一来可以固摄津液，使津液不再流失；二来元气还可以生津。最后一个就是津液和血之间的关系，中医称之为津血同源。津血同源是指的津液和血液也同源于脾胃运化的水谷精微，津血之间相互滋生、相互转化。当组织中津液渗透到脉中，就会形成血液的组成部分，而血液如果渗透出脉外，则为津液。
血液和津液同为液体，均以营养滋润为主要的功能，二者均属于阴液。病理上，血液和津液相互影响。例如，血耗伤津，就是指失血过多的时候，津液会渗入脉中补充血液之不足，由此也可以导致津液的不足，出现口渴、尿少、皮肤干燥的症状。而津枯血燥，则是当津液大量的损耗时，会导致血脉空虚或者是血液枯稠。在临床治疗时，对于失血者，不宜使用汗法；对于大汗伤津者，则不宜使用放血或者是破血、煮血的药物来进行治疗。这种夺血者误汗、夺汗者误血的理论，就是考虑到精血同源的关系。综上所述，气血津液它们都是来自于脾胃运化的水谷精微，所以三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，可概括为气血同源、精气同源和精血同源，还可以概括为精气血同源。因此，在临床治疗的时候，只有充分地考虑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，才能使治疗的方法更完善，从而提高疗效。气血津液的理论就讲到这里。